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考南大的事情。怎么又提到南大的事儿了？哎，英子，这关于南大，我掰开了揉碎了2回了吧？啊，加上这回第3回了啊！你喜欢天文，妈妈是支持的，对吧？可是，在这个专业细分里面，北京的高校哪一所比南大差呀？那我问你啊，你们这个拥抱疗法是不是应该在校园之内进行的？嗯，那你们为什么回到小区了，还搂搂抱抱的？就是那你们回了屋子再搂搂抱抱，那成啥了？我那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他就抱我一下。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英子。是宋倩阿姨说的对，方一凡。妈，你也不用说了，我看明白了，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，是吧？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行，我满足你们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牵手成功了，满意了吧？哎，这闹什么？对，哎，方一凡，你分手。这个是你们逼我的。哎，闹什么呀？你给我下来！方一凡，不一定，是不是不能说你了？谁说不让你们谈恋爱了？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，是让你们现在不许谈恋爱。你们俩呢？你们上了大学，随便你们谈，你们想怎么谈怎么谈。不是，我是说上大学也不能。你这上了大学，你也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。我现在想都没想过跟他谈恋爱。这老乔，什么叫不能跟方一凡谈？现在不是宋倩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2个孩子上大学也不能耽误学业。不让他们聊，我没有。你不一直说不能谈恋爱？我的意思就是大学不能谈恋爱。谈恋爱了，现在。方，现在根本就不能提这个事儿。你为什么要认为是方一凡的事儿？我是打一个不是，不管。我下来了啊！等会儿。别一起走，你晚一点走。对，你俩分开。你先走。啊，对，英子你先走，你们拉开一段距离，别一起走。你先走吧。啊，我在这看着。哦，我去。你等一会儿再走。你儿子你自己不看着，你让别人看着。你看谁呢？英子，你等一下，以后你上下学我接送你。你要接送我？为什么呀？再不走迟到啊！去吧，走吧。宋老师，哎，李老师，家离这么近，还来送英子上学啊？哎呀，不是还1个月就期末考试了吗？得盯紧点。哎，学校帮我照看一下啊。啊，您放心吧，宋老师。那您回吧。好，谢谢啊。阿姨好。蓉姐，你给我打电话那会儿，我正开会呢，出不来。哦，哎呀，就是临时叫你出来了。我就想抓紧时间，所以随便点了点儿，行吗？没问题啊。又怎么了？这个早晨的事儿吧，我回去又想了一上午，我还是觉得不踏实。你看哈，这第1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然后等2月份开学，到高考之前，满打满算就4个月的时间了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咱得一定要站在一条战线上。我本来就跟你一条战线的。哦，不，我说的不是学习，我是说，能不能让方一凡和英子这段时间就别再接触了？啊？不接触啊？怎么让他们不接触啊？他们俩天天一块上学，一个学校。不是，宋倩，我觉得你太焦虑了。他们不是没谈恋爱吗？是，他们现在是没谈恋爱，但是你也得承认吧，他们谈恋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呀。哎，人家你想想看，他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平时打打闹闹，你早晨也看见了，随便推一把抱一下的，多随意啊。小时候是没事儿啊，可是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身体也发育了，对不对？这再这么继续下去，这抱着抱着，抱出感觉来，你不怕呀？可是他们不那是什么
这拥抱疗法嘛，不都解释清楚了吗？哎呀，你们家男孩可能是不怕，我们家女孩当然怕了。你别说这样的话，我知道你们家是女孩啊，我可替你着想了。而且我觉着吧，这俩孩子，哎，不应该会做出这样的事儿。今天早上咱们不都开诚布公跟他们说了吗？再说英子的人品，我是特有把握的，你教的没有坏样。那方一凡虽然学习成绩差了一点，可是方一凡的人品和家教，我也敢打保票的。这俩孩子都不混，不会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你这样他们现在不接触，这肯定不合适啊。我呢，也不是说非要不信任两个孩子，可是这事儿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啊。我们都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。你说这现在有那么多闪婚的，这哪儿来的呀？不都是因为冲动啊？一冲动，闪恋、闪孕，这个时候，万一英子，那我到跟谁哭去？你这将来咱俩还怎么见面呀？不是，这一拥抱怎么就怀孕了呢？你别想那么多，你联想太多，你联想公司的呀你。再说，哎，早上不都问清楚了吗？捕风捉影的事儿，到你这儿就成实锤了，就怀孕了。这方一凡又不是流氓，说让你家英子怀孕就怀孕了。而且咱退一万步说，万一他俩是真好了，没跟咱俩说，没跟我们承认，那也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咱们也得好好跟他们说，这俩孩子之间得让他们先去解决啊！真要孩子出事儿了，我们就一句话推孩子身上了？不是哦，我们当然没有责任的。我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那17、18岁的男孩多冲动啊！你看乔伟东都到这个岁数了啊，这不是一冲动就出轨了？我知道，但是你不能拿所有人都跟乔卫东比吧？这所有人都上纲上线了，这我不是拿所有人都跟乔卫东比，可是你说啊，要不是臭味相投，能成为朋友吗？你看方圆跟乔卫东整天混在一起，能不受影响吗？你看看现在方圆啊，工作也没了，整天在家里游手好闲，油嘴滑舌。那凡凡整天跟他在一起，你也说了，凡凡就是受他影响多，对不对？那这不将来就是未来的方圆吗？那方圆不就是未来的小卫东吗？不会的，你怎么这么想我们家人呢？哎呀，我不是替你着急嘛！再这么下去，那方圆就是下一个乔卫东啊！不可能，方圆不可能成为乔卫东的。怎么不可能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方圆还不如乔卫东呢。那乔卫东到底还能挣钱？你说方圆会什么呀？整天待在家里面，这现在还是吃软饭，整天靠着你，这凡凡能跟他学什么好啊？你还整天乐呵呵的，傻不傻呀你？行了，我老公我自己都不操心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？哎，你还急上了？我这是为你好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好，我自己事我管得了。你不是为我好，啊？我不是为你好，为谁好？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清楚。你不就是怕英子成绩下来吗？我当然得担心英子了。英子是我女儿，我不保护她，谁保护她呀？你保护她没错，你不能过界。你让这俩孩子不接触什么意思？怎么跟老师说去啊？你动动脑子，跟老师说这俩孩子可能谈恋爱，别互相接触，那不全校都知道了？那我们大人也不能无动于衷啊，就不管了。我没有不管，我跟你讲，英子将来可是北大清华的方向，这么影响下去，这还能考吗？我不是我家方一凡也不差呀，也不是说不管啊，是说这俩孩子现在没有这回事，你非要往这方面想，这不是你就是过激的反应吗？不是，你们家凡凡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直都挺体谅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直站在你的角度想，我一直就很照顾你，站在我的角度想吗？我当然了，我要不然我这事儿在我眼里都不算事儿啊，这就不算事儿。是这俩孩子你说的还有什么算事儿啊？不好意思，两位能小点声吗？不能。态度我今儿就不该过来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还没说完呢，你就走了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哎，咱俩每周一哥，你请我吃日本料理，你就做成干辣，啊，怎么咱俩聚会就是你看我吃啊？吃吧，你给我保证个事儿吧。你要给我保证了以后，你想吃多少顿日料我都请。什么事儿？今儿咱们俩不是拷问俩孩子了吗？可是我这心里呢，就不是很踏实。你不踏实什么呀？
你是不踏实，这孩子谈恋爱了，还是不踏实？英子跟方一凡谈恋爱？跟凡凡没关系。这高3了嘛，不想让孩子谈恋爱。这我们也不想让孩子那么早谈恋爱，但早上俩人不说了吗？没谈呀。可是我这不放心啊。你直说吧，你想让我答应什么？你给我保证啊，你给我保证凡凡和英子没谈恋爱，他们俩也不会谈恋爱。这我他妈怎么保证啊？我保证不了。你保证得了？你是凡凡的爸爸。我就是警察局局长、派出所所长，我也保证不了这事儿啊。当爸的也不能管天管地啊。那我怎么保证这事儿？那你当年谈恋爱是吧？你爸要说你能听吗？能管得了你吗？这时代不一样了，更何况英子是女孩儿。女孩，哎，这男孩可以谈恋爱，女孩为什么就不能谈恋爱呢？啊，不说这个，我就问你，那你当年第一回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啊？初中吗？你看，你初中，你这才叫早恋呢，你还说人家高中这不行，都高3了，那我就纳闷了啊，你初中就谈恋爱了，为什么你能够早恋，孩子就不行了？不是，咱们俩这么多年哥们儿了，你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吗？方圆，我考虑了呀，我站在你角度考虑了，但我也要站在方一凡、站在咱们男性角度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他到这岁数18岁了，他每天5鸡6兽想谈恋爱，这东西你也可以理解吧？我不理解，我是男人，可我更是英子的爸爸。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。我告诉你啊，凡凡跟谁谈恋爱都行，但就是不能跟英子。我这是这样，你是不是就是觉得就是主要是英子不能跟这个方一凡谈恋爱，这是让你别扭？不是，他跟谁谈恋爱我都别扭。我现在一想到他跟一个男孩在一起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你这不爽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啊，你这其实是一种变态，知道吗？我虽然没有女儿啊，我生了儿子，但我也接触不少像你这样的啊，有了女儿的，就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。觉得自己女儿将来绝对不能谈恋爱，不能嫁人，一脑补那画面，说自己的闺女将来跟哪个男的躺床上了，心里就别扭，就不舒服。你是不是这感觉？啊？那你这是一种病，叫直男癌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你让英子永远都不谈恋爱，让英子永远在你身边当一老姑娘，你就觉得舒服，你就不别扭，你就爽。现在不能谈吧，至少高中不能谈吧。哎，早恋，你说啊，几岁算早恋呀？啊，人到了青春期。开始有了恋爱的冲动，有了对异性的想象，有了一种美好的愿望，这不也正常吗？对吧？16算早，17算早，谁规定了几岁是早，几岁是晚？我不是支持早恋，对吧？但是啊，这早恋也不一定都是坏的，也有最后终成善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晚恋就都好吗？你跟宋老师，你俩大学的时候才谈恋爱，这算晚恋了，最后也离婚了吗？你老举我这个例子干什么呢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一码事儿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早恋这个事儿，宋茜更着急。将来这俩孩子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信不信宋茜能上你们家拆房子呢？我信。今儿早上宋老师来的时候，我看他就要拆房子来了。我们也反对，我们坚决反对方一凡谈恋爱。这高3了，多耽误学习啊！我跟这个童文杰达成统一啊。坚决不让方一凡谈恋爱，不管是跟英子还是跟别的女孩、桃子都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严防死守，杜绝这个早恋的发生，好吧？我回头跟方一凡也做思想工作，跟他都沟通沟通，成不成？成。但是这保证我可保证不了啊，这事没法保证。你必须保证。行，我保证，我能吃了吗？再给你点点什么？你不吃，够了。你再给我点点什么？你还让我保证点别的事。不是吧？拥抱一下就算早恋啊？这帮家长可太烦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你懂我，妈今天早上特意来校门口送我。你说至于吗？这不知道他怎么了。再说了，我找女朋友不可能找英子呀，我跟她在一起，我不成同性恋了。表哥。没那么严重，其实英子也挺好的。他觉得谁都不错，跟
跟王一说话连影，跟桃子拥抱他也领。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英子挺好？那你们俩在一起吧，正好把我摘干净了。哎，我也觉得乔英子还不错，虽然谈不上大美女吧，但是长得还挺有个性的。你要真喜欢她呀，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家人，你起个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客观评价啊。喜欢就算了。哎，对，你觉得咱们年级谁好看？咱们年级，哎，真希望咱们快点考完，然后咱们俩可以来一个 Girls Night， 通宵玩游戏，多好呀！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然后考试以后我们痛痛快快的玩。哎，方豪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哎，你别叫他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跟他吵架了？哎，不是，别提了。昨天我们俩不是一块回家吗？我们在聊那个心理活动的事儿，就说到我爸妈离婚了，他就拥抱了我一下，结果正好被我妈给看见了。啊，这么巧啊？不是，你们在哪儿抱的呀？就电梯间那儿啊。现在我妈就非说我们俩早恋了，早上送晚上接的，我真的要疯了。不是，你妈这个想象力也太好了吧？你跟谁不好，就非得跟他呀，对吧？可不嘛，我眼光有那么差吗？我吐了。说谁不好，非说是他。不行，我得赶快把面膜给操好，不然我妈又说东说西的。是，可别让你妈又误会了。就是。你走快点。妈，来，走吧。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啊？不是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丈母娘都把你媳妇给领走了，你赶紧追去啊！追什么追呀？走。哎，走啊！那个怎么了？没事。儿子，这个，说呀，快点。哦，对，不，你们俩还要审我啊？不是说这事儿了，不是，英子他妈已经不让我和英子接触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特意上下学都接送的。有时候我搞不懂你们大人，我和英子好朋友，我们抱一下怎么了？现在弄得我们俩特别尴尬，连说话。你不着急哈，不是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知道跟你没关系哈，你没有什么错，妈妈也站你这头的，不说这个事情。这个呢，每一家有每一家不同的教育风格。你宋琴阿姨呢，本身对这个英子呢要求就比较严，比较在意，对吧？他们家又是女孩，你要能体谅她。所以咱不说这个事儿了，爸爸要跟你说别的事儿。妹妹，您说吧。对，这样啊，这个。儿子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跑到妈妈肚子里的啊？你怎么生出来的？你知道吗？这不很简单吗？我生物课都讲过，就是说你们俩结婚之后做爱，不，就是发生性行为。好，你不用说的这么直接。我稍微说的专业一点，就是说细胞结合，结合之后呢，我妈就怀孕了，怀孕之后42周之后我就出来了。那行了，那这他都知道，那就谈到这儿吧，好吧？这我肯定知道，这生物课都讲过，况且我这么大，什么事儿不知道啊？当然了，这中间有很复杂的细节。你看两个儿子，细节不用描述了啊，爸爸也清楚啊。好，那行。好，就算是你都知道这些过程了，是吧？你也都很了解了，但是呢，爸爸呢还是要跟你沟通一下，是吧？就是因为如果有一天啊，比如你有个女朋友啊，不是说英子啊，跟英子没关系啊，就如果有一天你有个女朋友，儿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就是怎么保护人家呢？对，
戴套呗。这你都知道？那妈妈问你，你用过没有？这什么事儿啊？这点简单的事，我还是知道。我多大人了呀？不是，那妈妈问你，你到底用过没有啊？你用，这我怎么可能用过呀？啊，这我跟谁啊？我怎么可能用？对，当然肯定，我们肯定相信你用肯定是没用过啊。这个，但是现在男孩啊，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这些东西一般孩子们都知道啊。但就算你知道，是吧？你知道，那个爸爸还是要叮嘱你几句啊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男女之间容易冲动，一旦冲动呢，就会造成一些悲剧。你有了一个女朋友啊，我说的不是英子啊，跟英子没关系啊。就如果有一天你有了女朋友啊，你长大了啊，你呢，这个一定要注意2点。第一，跟人家女孩是吧？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人家。对。要征求别人的同意啊。你比如说拥抱啊，亲吻啊，接吻啊，还包括甚至发生性行为，这些你都一定要征求对方的意见。征求对方的同意之后，才可以，啊，你不能强迫别人，对吧？第二，就是如果真的你们有性行为啊，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。对，这个万一怀了孕，你对于你们俩，尤其对人女孩是吧，会造成心理上不好的影响，将来造成一种伤害，知道吧？啊，记住没有？记住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但是这些东西吧，离我都太远太早了，你跟我说。其实早是早了，也不早，对，你是18岁了，你18岁一个男孩子，你应该要知道这些，对吧？而且你想，你将来有一天，你上了大学，是不是啊？你谈了女朋友，你找着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，爸爸妈妈肯定会支持你的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对，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？就是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你看，你平时对我妈又保护我、爱护我，又给她做饭，就这个那个的，言传身教，我都看在眼里呢。好，你看看这多好啊！你看，哎呦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能看见爸爸对妈妈好就行啊！你听听，这孩子就不说假话是吧？那就行，那其实谈的挺好的，好吧？对，等一会儿，爸爸还有个事要叮嘱你一下啊，就是男人啊，王一凡，你现在18岁就是男子汉了。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有些事儿不能冲动，尤其是男女之事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。这个事儿不能像打喷嚏那样，你像打喷嚏那样，你说憋不住，啪就打出来，这可不行。谁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早就回来了啊。那我们说的你都听到了？啊，都听到了。哦，那你都听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听到了。不过表哥说的那个细胞结合有点不太准确，应该是男性的精子、女性的卵子相遇、受精，然后受精卵沿着输卵管进入到子宫腔内，就是怀孕的整个过程。当然了，这个女性的怀孕啊，和她的年龄也有关系。行，我知道，你们知道就好啊，知道就好。那就赶紧洗漱，啊！我一会儿给你们热杯牛奶。知识面还挺丰富的啊。咱好面跟人聊这干嘛呀？比咱懂，啥都知道。我也挺常识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瞧瞧你。一会儿你们唱完会都吵成这样说，不知道。方头，你跟家里说什么了？我要知道他问什么，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点建议，抛个关子。感觉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总不能回去跟他们说我谈恋爱了吧？我就打算跟父母说我恋爱了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行了，我都还没谈过恋爱。你这有什么呀？我在家什么都跟我妈说，无话不谈。是，你是在家什么都说，你们家都是鲶鱼精，藏不住事儿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本来还想帮你们出主意呢，你们自己想去吧。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坦白的，我就是喜欢2次元，就是喜欢漫画，就想考个美院。我都偷偷的报名艺考了。好啊，那你今天要情真意切的跟他们说，说不定就同意了呢。我也想好，我准备跟他们说，其实我挺爱他们的，不想让他们离婚，想让他们复婚。
聊什么呢？你打算说什么呢？我呀，我跟我舅舅能说什么呀？我倒是想跟他畅所欲言一下，想问问他跟李老师近况如何。你真是，你们家太逗了，搞得你跟家长似的。哎，你呢？还跟他们说南大的事儿？我呀，反正我是肯定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的。虽然我知道我妈没那么容易被潜移默化，但我爸倒是值得一试。哎，洋洋，来，你们俩准备说什么呀？哎，等我爸来了再说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也没有可说的人。爸，莲儿，你看啊，小姨、小姨夫都在，你就有什么就说就完了，就当亲爹亲妈一样，好吧？走。各位家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的活动叫“认识家庭，畅所欲言”。一会儿啊，每个家庭按照自己孩子所在的班级去各个教室参加活动。活动的规则呢也很简单，就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家长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向对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参加的话呢，我们也不勉强。我想在活动开始之前啊，跟各位家长再多说几句。我们中国人在家庭的那个内部交流沟通上呢，往往特别含蓄，很多事情啊是看破不说破，但往往这样就会导致很多代际沟通上或多或少出现很多问题。而我们今天这个活动，恰恰可以在家长和孩子之间无障碍沟通上搭建一个平台。管呢？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，在一会儿进行的活动过程中，一定要倾听自己孩子的声音。你跟童文杰怎么尽量不要干扰。怎么不说话？我们一定没什么话可说，干嘛非说呀？这样呢，可以对他们将来的什么可应的？乃至高考。那英子怎么也不说话了？而我认为，哎，乔雨东，我叫你来是因为你跟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不是你让你省我来的。更加表现出愿意倾听的感觉，我闭嘴。更加善于表达自己的主见之后，那对他将来完整的高三学业乃至高考都是有帮助的。对于孩子青春期这种心理活动变化向有益方向的发展，也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。所以，我特别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全力配合这次活动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家庭教育之中呢，倾听是很重要的一环。调查研究也发现，在沟通之中，行为比例最大的不是交谈，也不是说话，而是倾听。你看他叫着那双鞋，可以说，宋茜叫着那双鞋。沟通首先是倾听的艺术，这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尤其如此。而我们中国式的亲子关系啊，就剩一双往往3讲究的是我让给他沉默时间。行，很多高风亮节事情不沟通，有品位。哎，觉得不好意思沟通，慢慢的也就变得无法沟通。至于吗？这话都不说一句。所以啊，至于要学会他干嘛不主动跟我说话？他不跟我说，我就不跟他说。他不正好烦我们俩放一般吗？要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，远点就远点。孩子也要倾听父母的真实想法，好好听讲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做好有效的沟通，消除误会，消除隔阂。家庭本来就是要。这女的可真是有意思啊！平常好的跟什么似的，为点破事说闹八斤闹掰，真行。能够让孩子喜欢倾诉，你随意吧。喜欢回家，才是家庭教育成功的表现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各位同学带着你们家长回到自己的班级，开展我们的主题活动。好的，一会儿你先回班级啊。啊，家人都挺配合。我觉得这学校安排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多家长学生，就这几个教室，啊，怎么这个敞开心扉、畅所欲言，那不得聊到半夜去？你以为都跟你似的话那么多呀？哎，儿子，哎，
你一会儿有什么心里话要跟爸爸妈妈说，先透露一点呗。提前给你透露那还叫心里话吗？啊，也对。哎，来啊，嗯，聊完了，嗯，挺好的啊，辛苦了，每天再来，谢谢。来，导员啊，到了，走，磊，走。小姨、小姨夫，你们进去吧，让表哥跟你们说心里话，我在外边等。一家人一块儿。没事儿，我在外边等吧。那行好，那一会儿再接你进来啊。你先坐这儿。哎，童姐，可以啊，这学校弄的，呵，这屋够热的。是这样的，有点意思啊，这搞事情啊。还有镜子。用情倾听，用心感动，认识家庭，畅所欲言。哎，有点意思。这干嘛都背着呀？干嘛我把它转正了说话呀？啊？哦，你要是把它转正了啊，3个人再发一副牌，就可以斗地主。别闹！啊，人家背对着背就是有原因的，就是让你这面对面说不出来的话，背对背就说出来了。你看这还搁一镜子，这都有设计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真精神啊，你爸爸，你看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童姐，背对背这么坐着，看着自己，然后跟后边人说话，这样胆儿比较大，你知道吧？我其实有时候跟你啊，有些话说不出来，躺床上背对着你的时候，我，没事，好，躺床上背对着你的时候，我也能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背对着这都看不见脸啊，感觉挺好的，儿子坐着感觉一下，可以，有点感觉，那我跟真的是有点氛围。不好意思啊，刘老师，拿点东西。你拿。你们是刚开始啊，还是？还没开始呢。哦，稍微快点好吧，外面还有很多家长在这。好嘞。哎，老师，我们怎么开始啊？有什么仪式没有？很简单。这3个座位啊，随便坐，随便聊啊，放松就行啊。来，继续。刘老师再见。好。哎，赶紧抓紧吧，人家外边还有好多家长在等呢。来吧，谁先说？这儿子你先说。啊，要不媳妇儿你先说。你让他先说嘛。方一凡先说。对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唱歌？哦，就唱歌。唱歌行，唱歌也可以。好久没听唱歌了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但愿有人这样好。一年一年，时间飞跑，小小少年在长高。随着年岁由小变大，他的烦恼增加了。唱得好。爸，哎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，我也真的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妈，你以后别对我那么凶了，我不是个坏孩子，我只是个学习不好的孩子。
说的有道理。谢谢李老师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再见再见。哎，这样。家长，你们这就随便坐啊，门一关上了就可以开始了。好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就告诉我啊。晚上我就在外边。好啊，谢谢李老师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坐吧，英子。行，咱开始吧。啊，英子，你说吧。说吧。爸妈，我这次唱研会呢，主要想跟你们提2件事儿。我说的真的都是心里话，都是真话。我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。相信，爸爸妈妈相信你，你别紧张啊。说吧，英子。我想跟你们说，首先，我真的没有谈恋爱啊，这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啊，知道这事儿掌握。爸妈，我从小在学习上就一直没有让你们操过心，家里的话我也一直都听你们的。你们离婚时呢，也问过我的意见，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我其实隐隐约约的知道理由，我知道你们在一起也不会那么幸福，我说了也没用。但其实我心里面呢，其实根本就不想让你们离婚。那天和方一凡拥抱，也是因为学校的活动里提到了原生家庭，提到了离婚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就在楼门前哭了。方一凡是因为安慰我，才拥抱了我一下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误会。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们谈恋爱。英子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这件事是爸爸不好。啊，关于这件事情，英子，咱们以后再聊，行吧？对，以后再说。接着说吧。我其实也知道，妈妈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也很辛苦，所以我其实也挺感谢妈妈的。我也绝不奢望你们可以复婚，我就是希望爸爸可以幸福，妈妈可以多给我一些信任，少一些责备。可以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考南大的事情。怎么又提到南大的事儿了？哎，英子，这关于南大，我掰开了揉碎了2回了吧？啊，加上这回第3回了啊！你喜欢天文，妈妈是支持的，对吧？可是，在这个专业细分里面，北京的高校哪一所比南大差呀？这个道理你是不是也认可？你是不是就想借机离开妈妈，不想让妈妈管你呀？不是，麻烦家长不要总是打断孩子讲话。唱研会就是为了孩子畅所欲言，你总是这样打断他说话，这就违背了我们活动的初衷和规则。好的，好的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继续。英子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好，我不打断你了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我就还是想说，我真的很想考南大，这真的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最大的梦想。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。你说完了？那爸爸说2句。我和妈妈站一头，我能理解妈妈。这件事儿你是跟爸爸说过，但是爸爸没有同意。理由爸爸也跟你讲过，你不要管我和你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。我们俩就你这一个女儿，
你去南大上学那么远，每天你吃什么穿什么，爸爸妈妈看不到摸不到，你生病了怎么办？我和妈妈坐飞机赶过去吗？好了，乔卫东，别再说了。英子，我也表个态，这不畅言会吗？妈妈也畅所欲言。关于考南大这件事情，妈妈肯定不同意。爸爸也不同意。我知道了。英子，英子，有事吗？哦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妈，哎，来。你是不是还在生爸爸妈妈的气啊？没有，我觉得都说开了挺好的。我其实也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好，能说开了是最好的。英子，你看哈，你从小到大喜欢什么，妈妈一般都是支持的，对吧？可是考南大这事儿，咱们是讨论过的呀。你当时要是有情绪，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呢？啊，当然了，你现在要是有情绪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。我觉得没什么可讨论的了，我都行。啊，那好啊，那咱们在这件事情上就算是达成共识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学校那个冬令营的报名快到截止日期了，妈妈在官网上给你到了一个申请表，该填的我都填了，该妈妈签字的妈妈也签过了，明天记得交给你们李老师哈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是不是还在想畅言会啊？英子，你在畅言会上说的话，妈妈都非常认真的听了，妈妈也都信。过去的事儿，我们就都不再提了，好吧？你看哈，以前我做什么你爸都反对，可是这次你考南大的事儿，连他都支持我，对不对？咱们一个北京姑娘，又不是学习不好，当然是首选咱北京的学校啊。父母都是成人，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。而且妈妈是一个资深的教师，过去那历届的学生选错学校，报错了志愿，遗憾终身呐！真的，我见得太多了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一定要信任妈妈，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妈妈。
知道这件事在你心里没那么容易就过去，可你要相信妈妈。将来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懂了。到时候啊，会谢谢我的。我明白。那好，那你先做卷子，妈妈就不打扰你了啊。行了，今天就上到这儿吧。啊，下课之前啊，把那个冬令营的报名表交给我。现在开始吧，从后边往前传，交给我。英子你不交吗？好。乔安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报名表呢？上次家长会的时候特意提醒你妈妈的，没给你签字啊？没给你签字？签了，我忘带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忘呢？你这到今天报名就截止了，想报都报不了了。你这么着吧，中午回家一趟啊，取过来给我。下课吧。哎呀，大冷的天儿，别送了，车都叫了，马上就到。没事儿，张主任说了，他今天有手术出不来，特地让我一定要送你们，看着你们上车。病理结果这2天就要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会在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。让你们费心了，等结果出来了，还要麻烦你们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们走了啊。谢谢您啊，辛苦。再见，再见啊，谢谢。刚才医生说结果2天就能出来啊。是啊，我都忍了，不是想快点知道结果吗？别怕，早点知道结果也好，心里也不用七上八下的了。万一要是真得病了也好，加紧治疗，别耽误了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特产买了吗？买了。千万不能让洋洋起了疑心。我昨天去参加洋洋那个畅所欲言活动，洋洋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他，我是一个字儿也答不出来啊。这个事儿跟别的事儿不一样，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一定不能告诉他，不管他有多怨咱们，都不能告诉他。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
你睡会儿吧，离家还远着呢，这2天够你辛苦的了。我没事儿，我身体好。哎呀，这太多了吧？你好，你们找谁？啊，您好，我们是小区保安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跟您说明一下情况。您家那天进的贼，警察已经抓住了。啊，倒也不是什么贼，就是个大学生，这儿好像有点问题。他父母已经把他领回去了。贼？大学？你们说什么？啊，不是您报的警啊？啊，那可能是您家里人吧。反正已经没事了，您平时关好门窗，注意安全吧。哦，好好，哎，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哎，再见。说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哦，说他们家前2天进贼了，杨也没跟我说呀。进贼了？啊，是不是锁坏了？我看看，锁是不是没锁好啊？妈，你洋回来了。回来啦。哦，刚把你妈从机场接回来，正收拾箱子呢。哎，刚才2个保安说前2天咱们家进贼了。对呀对呀，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吓着了没？我没什么事儿，家里也没丢东西。哎，那个方一凡他们都下来抓贼了，也没看着人影。哦，咱们家住1楼，进出门都要关好门窗，这个人在家也要注意的。好，妈，你怎么走这么久啊？是不是想妈妈了？想。妈，您这怎么了？不就出个差吗？当妈的想儿子呢，还能有错吗？哎，洋洋，你看妈妈专门从南京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，哎，过来看看，快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哟，妈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光这盐水鸭就3只啊！这个买的是有点多了啊。妈妈不是忙嘛，这都是托同事买的。这是什么呀？雨花茶？哦，这个是给你爸买的。你爸不是爱喝茶吗？对，这个茶特别好，安神去火，让妈妈就多买了点儿。哦，妈，怪不得你最近脸色这么差呢。啊，这次出差特累吧？有吗？我自己都不觉得。真的是，不是天天都开会嘛，是有点累。洋洋，让妈妈歇着吧，妈妈累了，你别问东问西了，也该学习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天作业是不是特别多啊？哦，行，那我先回屋了。哎。我妈回来了，还买了一大堆特产。以前她从来不这样。我觉得我爸妈有事瞒着我，我又问了一遍，可是他们还是什么都不说。瞧瞧这一大箱子，现在谁出差回来还带这么大箱的东西？这又不是90年代，这也不知道洋洋发
不是做贼心虚吗？行了，你歇着吧，别管了。一会儿啊，点2个菜，再切只鸭子啊。今天晚上我得去到宋老师那儿，他那儿学生太多了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空缺啊？杨这学习得抓一抓，再不抓，这就没学上，马上就期末考试了。要是我再出点什么事儿的话，哎呀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呀？你别给自己一些不好的暗示啊。这个宋老师家住几楼？一会儿我上去落实，你歇着别管了。他家住4楼，但是你之前也没跟他见几次面，冒冒失失跑到他们家敲门，也不太合适。我之前跟他说过，还是我去吧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休息着啊，这个事儿交给我。那我提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！我本人呢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荣幸，包总呢百忙之中屈尊降贵来到这里，给我们一个尽地主之谊的机会。我和团队啊代表公司对包总的到来呢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来，敬您一杯，来干一杯！来，敬杯！坐，过电，来。啊，来。好不容易见着包总了，咱们挨个敬一杯。哎，好，敬包总。姐，从你开始，一个个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哦，好。来，包总，幸会哈，真是，你今天能赏脸哈，跟我们欢聚，我们真是觉得是莫大的荣幸。其实我们合作了快小1年了，但是我们这些虾兵虾将第一次见到您本尊，瞻其风采，真是气度非凡，气宇轩昂，玉树临风啊！您是我们业界老大，也是我们的偶像。来，男神，敬您一杯，我先干为敬。太能说了啊，太能说了。包总海量，瞅着你怎么有些面熟啊？去过我们公司吗？那当然了，去过好几回了，但是都没见过您。啊，哪儿毕业的呀？我财大毕业的。嚯，我也财大的呀。啊，是吗？哪届的呀？我97的。你是97的？97我正读研究生啊，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呀。学生会主席，我记得是包子呀。包子！对呀，那时候你真胖啊，妈呀！好久没听叫包子了，现在成黄瓜了。师哥，哎，你不是留校了吗？你不是留校当老师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当时紧跟社会大潮下海了，下海挣钱。哎呀，实现个人价值。这我太高兴了！等来，师妹干一个，来干一个，这一定要干。别，这找个师哥了还不干一个？来，大家伙都别闲着啊，咱们一起敬一杯，敬包总啊，回一遍。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无巧不成书啊，在这儿能够见到师兄，那是，我完全都没认出来，这包总和包子，我就没觉得是一个人。没变啊，还这么漂亮。来，干一个，来，有师哥好办事了。来，干一个啊！喂，哎，老婆，哎，尽快，业务应酬，啊，还碰见一校友，来，男的，哎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今天太高兴了，来，文姐，哎，文姐，起来，来，再喝一杯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老大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这些人一直在我面前转圈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告诉你说，包总这是80%。你看这桌子上的黄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先干为敬。不能让他黄，不能，这再喝的话，我回不去了。不能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业务能力这么强，人还这么漂亮，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留意到你？老大，漂亮不？业务能力强，漂亮，那是必须的。咱们说完这个航天工程哈，
然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天体物理。现在这个天体物理专业呢，北京的高校，北大呀、清华呀，当然还有北航啊，都已经开设了这个专业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没有考进天体物理这个专业呢，其实学物理专业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无论是天文系还是物理系，其实基础的数理课程的设置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妈，我也查过，这天文学系还是要学基础天文、观测天文学、理论天体物理、恒星大气、光谱学，还有物理宇宙学基础这几门呢。是。那你看，既然如此，我觉得你就更不着急了。无非我们可以到考研的时候再改这个天文方向啊。英子，妈妈这个老同学康老师啊，他在北航这招生办待那么多年了，见过多少考生啊？他的意见真的参考价值非常高。我呢，昨天也知道哈，在那活动上对你态度有点过于强硬了，所以妈妈也跟你道个歉。你看，这不我一早就开始忙活啊，四处去打听，除了北航以外，这个清华、北大我也在托人去打听一下，问的比较详细一点。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眼光不要太局限，打开一点。你再考虑考虑啊。你说这些，我会好好想想的。妈妈是真的不想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能理解吧？啊，那行，要不这就留给你吧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喜欢的专业，你也再多了解一下。妈妈当然觉得上清华更加理想啊。哎，樊一凡，开点门，估计妈妈回来了。小姨夫，我来开吧。啊，你哥呢？表哥在卫生间呢。嘿，懒为上墨，这是。季叔叔，谁呀？方圆。哎呦呵，我来了。嘿，领导来了。来，季叔。老季，来，进来，你洗喝去吧。啊，来，我来。嚯，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么香！我这煲点汤。还会煲汤啊？来，坐。我这瞎弄。我这不是现在没工作了，职业的家庭主妇啊，我得把这业务能力提高一点。没事，给他们煲汤，晚上补一补。哎，改天你教教我。你一个大领导学什么煲汤啊？你说让刘雀给你煲就完了。来，喝点温水，晚上不给你沏茶了。哎，文洁没在？你找她？没，我找你要说点事儿。又出事儿了？方一凡，别，没事，不是那个事，是这样啊。这个之前的刘静跟这个宋倩老师打过招呼，想送这个洋洋去他那补课。他不出差了吗？1个多星期了。我想这2天呢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。你直接上楼找宋倩老师不就完了吗？我跟宋倩老师不熟，这样去不大礼貌。我想。你给我打个招呼。我跟他说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我现在给打电话，我也心里有点发怵呢。我媳妇儿跟她俩人闺蜜闹点小矛盾，吵得还挺凶，好像。这样，我为难就算了。不，这不为难，那不为难，这小事儿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你坐。喂。哎，宋老师，哎，你好，我方圆。哎，有个事儿要麻烦您一下，就是我楼下就那个租您房子那个季区长，他那爱人刘静这出差了，今儿回来了，这好像有点累。然后那个季区长就来问我，他就说跟您不熟，说问一下，说之前跟您打过招呼，说让他儿子洋洋上那儿补课的事儿，问问您什么时间方便。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啊，明天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就让他明天直接跟您联系，行不行？谢谢您，宋老师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宋老师，挂了，真闹别扭了。我这是连坐，我这被连坐了。哎，坐，喝点水凉快。添麻烦了，你看我这没什么麻烦，这是麻烦的啊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不坐会儿啊？不坐了，洋洋还在家呢。你别看，我来啊。哎，哪天咱约着再喝一下啊。好的，哎，谢谢洋洋啊。哎，磊，哎，季叔走吧。叔叔再见。哎，方一来，这洗手间的。行，你甭管。好啊，行，有事再给我微信。好，哎，好嘞，好，再见。拜，你慢点啊。
妈，刘星阿姨回来啦。嗯。我发现你还挺关心刘静阿姨的。就她回来了，我可以免费进天文馆吗？你喜欢她也没关系啊。其实我也挺喜欢她的，瞧人家又温和又优雅的，妈妈还想着应该学学她呢。给倒杯水啊。英子，妈妈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啊？就昨天不是有一租户交了租金没给人收据吗？他现在催我呢，我给送一趟啊。墙斗我不动，路不走我走。彤姐，可以的哈。宋老师，曾妈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出去。上哪儿去啊？送收据去。哎呀，你这房东挺辛苦的，这么晚了还送收据。是啊，我命苦啊！你是不是喝醉了？去。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提醒你啊，你不该给人送收据，你应该给人送发票。哎，你喝太多了，先回家。这些中介公司不管吗？他收你这么多钱，你听我说话，如果你没有发票，去找你的中介公司要，好，应该他负责。好，你先回家，你先回家啊！不是，咱回头再说。你等会儿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糊涂的人，就是因为你糊涂才会把我们俩的关系处理成这样。你给我站好了，我跟你说两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你站好了，我问你，咱俩是好朋友吗？哎，你先回家吧。啊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咱俩是不是好朋友？是。有这么对好朋友的吗？你不惭愧吗？咱俩几天没说话了。你要检讨你自己，我也要检讨我自己，都成塑料姐妹花了。啊，行，我不想跟你说，你喝醉了。哎，一个人要不忘初心，要砥砺前行。咱俩怎么认识的？我问你，你等会儿。我问你，一个人是不是得不忘初心，得砥砺前行啊？咱好多久了？我问你好多久了？好12年了。哎呀，什么12年？12年才认识的。什么12年认识的呀？咱俩跟乔卫东离婚那会儿认识的。你跟乔卫东俩人吵闹，还有英子抚养权，折腾搬家。哎，是不是我陪你过的？是不是我陪着你身边？我们先不说这个好不好？我们先从早上哭到晚，从晚上哭到早。好了，来，先回家啊。来，给。我当时说我是这女的，我也不认识，我不认识这女的，我跟她不熟。我认识她才1个星期，她就跟我说这么多话，我心想她有病吧。后来我一想，就我姐才对我这么交心，才这么跟我说。是。后来我姐死了，你还记得你给我发的微信是什么吗？我问你，你背一遍，你给我发的微信是什么？你说。你起来。你说你是我姐，你说你会永远罩着我，有他妈这么罩着自己妹妹的吗？哦，你要是我姐的话，方一凡是你什么人啊？方一凡不就是你外甥吗？你怀疑自己的外甥跟自己女儿谈恋爱，这他妈不是乱伦吗？有这么怀疑的吗？先回家啊！喝多了，我没喝多，我都可以自己走回家的，没问题的。你真讨厌，我最不喜欢塑料的了。我不要跟你做塑料姐妹花。好，不走。讨厌你！
多讨厌！我也不能，我得醒醒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自己先回家啊，先回家。我可以的啊，我可以，我知道自己怎么走，没问题，不用你送我。这边，我可以的，这边我可以的，这边啊。好。这是我家吗？是。我能自己回来吗？能吗？能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送我？好，我帮你拿包啊。是不是？哎呦，喝到几点才回来呢？哎，宋老师，你们进来坐会儿。喝大了是吧？没有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宋老师啊，你们进来坐会儿。喝醉了。哎，我知道，麻烦您，宋老师。没事。啊，这是喝了多少酒？哎，又坐屋里是吗？还说没有？方一凡，方一凡，妈妈回来怎么都不跟妈妈打招呼呢？方一凡，方一凡，方一凡，妈妈回来都不知道跟妈妈打招呼的吗？方一凡，方一凡，方一凡。哎呦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这跟谁呀？啊，谈什么大事，喝这么些酒？我早就算着你会喝多，我给你准备了这醒酒汤。2轮融资，差点黄了。要不是我童文杰力挽狂澜，彻底歇菜。是，你哪回力挽狂澜，你都是喝大了回来了。来，喝点这蜂蜜柠檬水，醒酒汤。不想喝这个，喝一口醒酒。我不想喝，走开。待会儿再喝。我不喝不行，方圆儿。你喝那就喝吧，喝你心情好点就行，好不好？我心情不好呀，我喝完我心情也不好呀，我好不了，我不想喝呀。喝多了。不想喝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，没事，不想喝就不喝了。可是我不能不喝。这里喝还是不喝呀？我不能不喝，我要不喝的话，我连助理都没得做了。我怎么能不喝呢？你现在工作没了，啊，家里房贷还要还着。方一凡、李磊儿都要上大学吧？方一凡还要上艺考，你告诉我钱哪来？你说我不喝钱哪来？行，那你就稍微喝点。洞庭湖的麻雀成醉鸟了，现在啊。对。走吧。我不是要刺激你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看着我。我看着你。我不是说你没有工作的意思，我没有怪你。反而你根本不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怎么不相信你啊？我是说我自己，我也不喜欢我自己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李一凡，怎么这么倒霉？人家家里面都这么顺心顺意的，就是我家不如意，突然就一落千丈。你说我们是不是都挺努力的？是。工作事情都算了，我说怎么我最好的姐妹，方圆，你知道我最好的姐妹，我宋倩，我怎么跟她就成塑料姐妹花了？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塑料的东西，塑料碗、塑料拖鞋、塑料罐头都不喜欢。我估计也是这事儿啊！你刚才就塑料袋送你回来的。我最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塑料的东西。没事，好，走，没事，去吧。我就是心里面不舒服，我想跟他和好。我也知道，我就不想跟他再生气了。你说我就想不明白，王源儿，为什么？你说他跟乔卫东离婚的时候，是不是我陪着他的？是。多晚在他们家，是不是？我跟他睡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英子生病是不是我陪着的？是我陪着他去医院的，陪着他吊水，陪着他找医生，都是我陪的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说还有2个孩子，定亲铁板成钉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英子跟我做儿媳妇早就讲好了，4套房子我分3套，现在1套都没有了。
就是为这件事情，为这件破事情搞成这个样子。可能你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吧。有些事你不要太着急，可能他们找到合适的时间，也就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了。